30度的天，从1公里外走到这家潮汕牛肉火锅，是不是应该戴个帽子？好的，找个角落。我已经到了，现在准备扫码点菜，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发现旁边的人蛮多的，先点个菜。这个死亡光线，我来点一个牛式招牌锅。我喜欢吃肥片，因为肉会比较油一点，吊龙稍微精一点，点个菜。所以我今天点了2肉1菜。让我看这家店有没有隐藏优惠券啊？看到了，非常的抠门，是每满100元减2块。虽然，但是等一下我打算用。然后说到潮汕牛肉火锅的话，我记得印象里面最早吃的就是这一家今日牛市，然后再是后面吃到的左平右苑，和在后面一点的巴别路。那么今天我除了会来吃一吃这家讲道理来说是比较老牌的在上海开的潮汕牛肉火锅之外，还会把这3家做一个对比。但是它人不多，菜上的倒是蛮慢的。我已经等了5分钟了，先打开餐具包。其实我之前一直在纠结，外面拍视频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在看我，然后会刻意压低声音。结果发现 nobody cares。然后即使如果他们看的话，也就是看热闹的稍微看一眼。这个餐具包里面有1包湿巾，1包干的纸巾，还有一个筷子。我就想说怎么没有纸巾呢？它上面写着每包仅售2元。这里好像还有夏日开胃菜，番茄柠檬，感觉很清爽的。上肉肥片都拿起来了，让我把它当个封面。这个死亡光线，吊龙。现在上肉了之后，我仿佛觉得2份肉好像不太够呢。2份肉不是很淡，现在锅子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它的清汤锅，我觉得它的清汤锅是这3家里面清汤锅看上去最颜色浓郁的那一家。然后我记得当时来吃的时候，它都会在旁边附一点这种芹菜，好像是放在汤里面喝汤的，所以我打算先喝1碗汤。再来看看这个汤里面的牛肉，就是这种看上去稍微油一点的牛腩的感觉，不像另外2家它是那种牛骨。还蛮好的，看到我一个人在这里吃，那边的服务员小姐姐都没有想要过来的意思。顶灯真的是死亡光线。汤好像已经开了，让我先来喝1碗汤，然后再来加一点芹菜。我刚才问他芹菜是不是要放在这个汤里，他都没有回答我，还得是我之前来吃过，就是这个样子，稍微有一点点烫。这个时候，刚才附上的餐巾纸就要派上它的用场了，不过量也是有点少，我决定用它来垫手，这样就不会那么烫。汤还是一如既往的鲜，一定要加芹菜，加了芹菜和香菜就是灵魂，芹菜和香菜。而且芹菜放进去真的是点睛之笔，因为芹菜它本来是脆脆的，所以放在这个牛肉汤里面，口感就是那种把芹菜的汁飙出来的香脆，能听到芹菜的声音，非常的脆。现在锅也已经开了，我必须要给你看一看锅开的样子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仿佛15分钟就能吃完这顿饭。烧肉，菜也上来了，先拍个照。我决定先吃肉再吃菜。就在刚才，那个小姐姐问我要不要帮我烫肉，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自己来，让我来调节一下鸡味，好像有点低，太低了，就这样吧，就用我的角度来帮你们涮份肉。这个是漏勺，作为一个吃货，必须要自己烫肉。我通常会比较先喜欢吃比较油的肥片。你的境地，我的脸不重要，肉才重要。
上次有一个网友很有趣，他在评论区里面问我，叫我看私信，然后他私信里面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吃不胖的秘密。其实我想说，我吃的并不是很多，而且刚才为了吃这顿潮汕牛肉火锅，我是从1公里以外走过来的。3、4、5、6、7、8、9、10，感觉可以了。好大！现在肉就是这个样子。不得不说，它这个勺子还是蛮好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去吃的那家，好像还没有弄调料，让我去熬点沙茶酱。我来了，我只弄了沙茶酱，一盘酱子。刚说到哪里？说到吃不胖，其实是吃的胖。也往这里飘，让我换个位置。刚才没有蘸沙茶酱，感觉肥田还是蛮嫩的，就是很鲜的牛肉，嫩牛肉的味道。甜的沙茶酱。我决定全放我碗里，这么大一碗，再拿个近的镜头给你们看一看，是这个样子的。我看网上很多的吃播博主都会把肉这样子撩起来，咣咣咣咣咣，好像会显得很好吃的样子。那我再来蘸一点沙茶酱。这个沙茶酱就会比较浓一点，是我吃过的这3家潮汕牛肉火锅里面最浓的沙茶酱，而且它的上面没有油，其他的2家沙茶酱上面会飘有一点点油。咸甜口，味道的话是最浓郁的。死亡光线，直接在碗里蘸满沙茶酱，吃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我还有话要跟你们说，继续说上次那个胸口痛的那个主题。上次我不是说我突然有一天早上觉得胸口很痛吗？然后我就去医院看，挂了专家之后，专家给我做了 CT， 还帮我做了动态心电图和常规的心电图，最后又帮我约了一个心脏彩超。然后这个心脏彩超厉害了，你猜约到了什么时候？我是5月中旬去看，第一次看，然后他这个心脏彩超直接就约到了昨天，就是6月17号。然后我就做了那个心脏彩超，这边的医生看了我的心脏彩超和其他的一些报告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说可能是神经性疼痛。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是神经性疼痛？4月份的时候，我不是有说过外婆去住院了吗？可是事情发生的很突然，怎么办？我怕说着说着就哭了。外婆住院了1个礼拜之后，刚住院的时候我还是去看过外婆，外婆也蛮好的。就当我们全家都以为外婆要出院的时候，医院突然打给我们电话说外婆进了 ICU。外婆刚进 ICU 的时候，我还去看了她一眼，然后第2天早上，我妈一早给我打电话，她就说外婆没有人。不好意思，画风突变穿越到这个视频，你可能会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情还要从某个早晨叫醒我的一通电话说起。接了那通电话后的我仿佛五雷轰顶，因为我当下即将面临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和至亲说再见。越是到这种时候，越是冷静的可怕。因为我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人要照顾，所以我先要照顾好自己。但是难免自己也有临近崩溃的时候，我必须要找点事情做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要在我的菩提根上加点绿，我要把家里所有的绿色的和木头的东西串
串在一起带在身上，好让我在每次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留有点念想。我告诉自己可以崩溃，但是不能崩溃太久，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身体。这串菩提根还是有它的想法在的。当我用苦瓜链穿好它的时候，它选择了断掉，于是我换了更坚固的玉线，跟这串菩提根杠上了。我不仅用玉线，还打算编绳，我看它还断不断。人啊，总是喜欢跟这些小事对杠，做好这一点点的小事，好像就可以找回失去的掌控感。要开始编绳了，此处应该有音乐，且此处应该快进。作为一个全面发展又全面平庸的人，背景音乐打算自己唱。那些我想说的没说的话，糟了，把自己编不会了，没关系，拿出手机查一查。有时我怀疑的只是我傻瓜，你知道我真的会泄。打火机的火怎么会那么烫，直接烫到流眼泪。爱你，没人能比你。同样还有没有人能比拟的是这惊人的复原力，编着编着难过的情绪就过去了。你看这不就编好了？今天的视频做得乱七八糟的，不过重新穿好了这串菩提，自己的心情好像也没有那么糟了。允许自己悲伤难过的时候，找点事情给自己做一做。要知道，可怕的从来都不是这突如其来的悲伤，而是沉浸在悲伤里不肯走出来。然后我就开始胸口痛，接下来就是外婆的葬礼。清醒，明白你背着我聪明，我知道爱本质不易，是因为人多的拥挤，你不想证明我是你唯一，证明我是你唯一。现在1个月过去了，我的心脏还是会时不时的痛，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心电感应吧。还蛮好吃的，就是这个沙茶酱的味道稍微有一点点咸，也有可能是我这个非常变态的清淡口味，所以才会觉得这个酱的味道很咸。顺便再来回应一下上次那个网友说为什么吃不胖。像一般人如果吃火锅的话，就会有可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火锅里面的酱料，但是我吃火锅酱料其实蘸的非常的少，我只有在吃潮汕牛肉火锅的时候才会蘸一点酱料，也有可能是跟我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因为蘸料其实是最容易长泡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的盐啊、糖啊，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所以你喜欢吃各种调料吗？还是和我一样喜欢吃原生态的东西？这是什么？吊龙，吊龙的肉会稍微筋一点。他说的也是10秒钟，开始10秒。1、2、3、4、5、6、7、8、9、10。其实牛肉吃生一点的没有关系，像这种带血的牛肉我都是可以吃。掉进去。论一个吃货的自我修养，就是要试着自己来涮肉。好了。是不是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大碗蘸酱，感觉竟然比肥偏稍微肥偏那个字念偏，肥偏稍微要嫩一点，还是沙茶酱稍微少蘸一点就可以了。它的锅底调味其实已经调得蛮好了，不但也不咸，而且它已经用牛腩烧出了汤的鲜，所以像我这种口味比较淡的人，不用蘸酱也是可以吃的。但是八合里的话，可以看我的上个视频，它的锅就非常的淡，不仅看上去清汤广水，而且这上去的味道也很淡。这个时候，我就要下我的最后一份娃娃菜。那等我吃完的话，吃完了牛肉可以直接吃菜。
竟然会有人给我打电话，被我挂了。我觉得我可能是吃饭最忙的人，又要拍又要吃还要讲，还要下菜。我不知道你们都是拿什么东西来拍视频的，我自己觉得如果要拍视频的话，还是用手机最方便，因为手机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拍视频。像我之前还买了很多手持云台啊、自拍杆之类的，结果发现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直接随手掏出手机直接拍，反而是最方便的。我觉得我吃2份肉，就是今日牛市的量，我一个人吃2份肉和1份菜也就够了。而且你看它这个锅底里面还有牛肉丸和我喜欢吃的萝卜、玉米，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吃的，不吃的话就浪费了。呀，我甚至觉得我这份菜也点多了，刚才应该直接先等一下再点这份菜，先把锅里面的这些都吃完。好，让它慢慢烧，我来慢慢吃我的肉。然后说到胖不胖的问题，其实我胖了，可能你们没有看出来，但是我不是吃胖的，我是心宽体胖，就吃这点东西根本就不足以让我变胖，因为我吃的根本就不多。但等一下我吃完这2份牛肉的话，我就会直接走过去买咖啡，走过去。然后我发现如果要边走边拍的话，撑顶伞好麻烦。这2天我觉得太阳蛮大的，紫外线比较大，眼睛睁不开。但是如果撑伞的话，好像要拍点东西就很不方便，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要戴顶帽子？我说到帽子，我总算懂了为什么我喜欢看那个 YouTuber， 他喜欢戴帽子。但是我戴了帽子的话，就会把我的整个脑门遮住，你们就会认不出我。那我到底要戴还是不戴？不然下个视频我先戴个帽子试试。可是戴帽子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但凡是戴上了帽子之后，它就脱不下来了。哇，这个死亡光线，还是有盐。被我吹过去。所以怎么办呢？帽子的话就要一直戴帽子。如果我出门戴帽子的话，你们将会看到我吃饭的时候也戴着帽子。不行，我不能想太多，我决定直接做，做完了再看吧，做完再复盘。所以下一个吃饭视频，我打算戴帽子。我还是喜欢吃油一点的牛肉，或许我该再点一份油一点的雪花，而不是点精一点的吊龙。感觉娃娃菜好像差不多了。6月18号，上海好像要入梅了呢。反正刚刚来的时候是有点下太阳雨，天气也闷闷的，不是特别的舒服。还蛮好的，现在12点半，这家店人还不是特别的多。我看大川点评上周末来的话，好像也不用排队，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偏的。我选了一个靠近城乡结合部的今日牛市。然后我也看了，徐家汇也有今日牛市，就是不知道那边人流密集一点的话，会不会需要排队。我徐家汇离这里也不是很远，如果你只想过来吃一个肉的话，还是选这种稍微偏僻一点的店，可能人会少一点。哇，桌子必须保持干净。凡读书须整顿积案，故人云。就是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桌子整理干净。那么凡吃饭，是不是应该也要把桌子擦干净？反正我吃饭必须要让桌子足够的干净。好，开始吃菜。讲道理，吃菜好像可以蘸一点海鲜酱油，然后海鲜酱油里面放一点点小米辣。但是介于这家的汤底，我觉得它的味道已经调得刚好，而且从刚才烧到现在，它锅里面的水蒸气烧掉了很多，它其实它里面的咸度应该比刚刚上的时候更加咸一点，所以我打算不蘸酱油。我再来解释一下上个礼拜为什么没有更新，说来有点好笑，之前不是做了动态心电图吗？我去了医院，然后去医院的时候没有戴口罩，
过了几天我就中招了，应该是细菌引起的扁桃体炎，然后发烧了，睡了好几天才好。然后等到烧退了之后，我又开始咳嗽，然后就一直在家里面休息。不过要端午节了，明天我们家里会去吃端午团圆饭，端午安康。先提醒祝大家端午安康。其实你没有在拍长视频的那几天，我也吃了很多家东西，我吃的时候都没有拍照。我那天去长宁区吃了一家叫平和屋，我原来就是打算去吃一碗拉面，而且以为那家店里只有拉面，结果过去之后发现它除了拉面之后还有很多的烧鸟，那烧鸟就有点类似哥哥的深夜食堂那样的感觉，但是鉴于我是小鸟的胃，鉴于我一顿吃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上次只吃了花木任和分毫。我会把吃饭的体验放在墙内 IG 墙外 IG 和墙内的小红书放在图文里面，感兴趣的可以去看。还有就是京酱寿司，京酱寿司它食材的话就不能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日料的食材就是通货。如果你喜欢吃寿司，而且想要单点的话，其实京酱寿司也可以吃一吃，所以我给它封了一个称号，叫寿司界的大食堂啊。然后那个随便做的短短的切片发出去之后，京酱寿司给我点了个赞。那我想我下次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他看看他给我点的赞，然后让他请我吃个小甜品之类的呢？当然我不会那么做，因为我出来吃饭全都是自费。为什么我会做上海逛吃这样子一个栏目呢？因为我喜欢吃，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喜欢吃，但是小鸟的胃也吃不多，所以我又想问大家了，有没有那种量少、纯滚锅，而且实惠一点的地方，可以去给我吃呢？我希望可以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留言。今天我也看到有一个网友跟我说，在评论区跟我留言说，他有一家冲绳料理也蛮好吃的。我看他的时间是晚上5点半，稍微有点晚。我喜欢中午吃饭，所以5点半的那家，我打算约了小伙伴一起去吃，因为居酒屋也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个东西。还有一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吃饭其实喝的不是饮料，都是水。那有的时候如果吃饭的时候吃点高糖的饮料或者啤酒这种东西，又吃了那么油腻的外食的饭菜，肯定是会胖的。但是我就不喝饮料，而且我发现但凡是我要点饮料，我都会点无糖，因为无糖的我觉得这个甜度就已经刚好了。像我最近还有一个不太健康的爱好，就是喜欢吃各种调味的气泡美式。要让我觉得好喝的话，它里面肯定是有很多糖的。我老放等一下去试一试不加糖的气泡美式，我会不会喜欢吃？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气泡水。但是有一说一 ，Manner 的气泡美式真的是甜的要死。唯一我觉得还可以的甜度就是干姜气泡美式，但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甜。还有就是西西里美式，有些人觉得西西里美式好喝，有些人会觉得西西里美式很难喝，但是这两个东西的甜度对我来说会稍微好一点。新出的那个话梅美式，我喝了一口就是齁甜，甜的要死。我点的菜都已经吃完了，下个礼拜吃什么我也已经想好了，就是平和屋居酒屋。上次吃了面，但是没有吃烧鸟的那家，下次我打算重点去吃烧鸟，还有生拌牛肉。再就是我会加更一个明天的端午聚餐，本餐消费152。关于优惠信息，我会在 IG 和小红书告诉你们，记得去看。我是你们爱逛吃的 CC，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留言，我们下个礼拜五见，拜拜。